第45章，黛西和德米。如果我不至少用一个章节来写马奇一家最可爱和最重要的2个成员，我就觉得我作为这个家庭的编年史作者的卑微工作还没有完成。黛西和德米已经长大了，因为在这个一切都发展得很快的时代，3、4岁的孩子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能得到他们想要的。这并非总是他们长辈的情况。我怀疑有没有比布鲁克兄妹更受宠爱的双胞胎了。的确，他们是很特别的孩子。这从他们8个月大就会走路，12个月大就能流利地说话，2岁大就能在餐桌上吃饭，并且举止得体，让所有看到他们的人都着迷。就可以看出来，3岁的时候，黛西要了一根针，自己缝了一个小包。她开始在碗柜上做家务，还用一个很小的玩具厨房做饭。那优雅的样子让汉娜看得热泪盈眶。与此同时，德米正在和他的爷爷学习写字。爷爷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来叫字母，用腿和胳膊摆出字母的形状，这样就能把知识和体操结合起来。这个孩子很早就表现出对机械的天赋，这让他的父亲很高兴，也让他的母亲很开心，因为他热衷于模仿他看到的每一台机器。这让他的卧室变得一团糟，里面装满了用绳子、椅子、晾衣架和线轴做成的神秘结构。这些东西不停地转动着轮子。他还把一个篮子挂在一把大椅子的靠背上，徒劳地想把他那过于自信的妹妹吊起来。妹妹则以女性的奉献精神忍受着头上的磕碰，直到她的妈妈来救她。而这位年轻的发明家则愤怒地表示抗议。尽管他们的性格迥然不同，但这对兄妹相处得非常好，很少有一天吵架超过3次。当然，德米随心所欲地欺负黛西，但如果别人欺负他，他会勇敢地保护他。而黛西则心甘情愿地做苦工，崇拜着他的哥哥，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黛西是一个胖乎乎的、可爱的、脸蛋红扑扑的女孩，赢得了所有人的心。她是那种天生就应该被亲吻和爱抚，像小神一样被崇拜和照顾，在节日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迷人生物。她善良又温柔，如果不是偶尔会做一些小小的恶作剧，她看起来会比人类更像天使。她生活在一个玫瑰色的世界里，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会穿着睡衣跑到窗边，打开窗户，不管下雨还是晴天，她总是会说：“今天天气真好。”她是所有人的朋友，她那么自信地亲吻陌生人，以至于顽固的单身汉也变得温柔起来，而喜欢孩子的人则成了她忠实的信徒。我爱所有人，她有一次张开双臂宣布，一只手拿着勺子，另一只手拿着杯子，好像她想拥抱和喂养整个世界。看着她长大，她的妈妈明白了，歌社会像她以前的家一样，得到同样的祝福，那就是拥有一个宁静而充满爱心的生命。她祈祷不要再遭受像失去妹妹那样的痛苦，那让她意识到他们曾经和一个天使一起生活，却浑然不知。爷爷常常会弄错，叫她贝斯，奶奶则不知疲倦地照顾着她，仿佛想弥补她自己才能看到的某个过去的错误。德米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佬一样，什么都问，什么都想知道。当他那永恒的为什么得不到满意的回答时，他会非常生气。他的爷爷很高兴，因为他可以和他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德米对哲学有一定的偏爱，而且这位早熟的学生常常让他的老师不知所措。是什么让我的腿动起来，爷爷？有一天晚上，这个小哲学家看着他身体的那一部分，若有所思地问道。当时他刚做完几件陶器事，
正在休息。是你的想法，德米。圣人回答说，恭敬地抚摸着他金色的头。什么是想法？它让你的身体动起来，就像钟表的发条让钟表走动一样，正如我给你看的那样。打开我想看看我是怎么动的。我不能那样做，就像你不能只打开我的钟表一样。上帝给你上发条，你会一直动，直到他让你停下来。真的吗？德米睁大了他那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亮的棕色眼睛，听着这个启示。那么，他像给钟表上发条一样给我上发条吗？是逐渐的，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这总是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发生。德米摸了摸他的背，想找到和钟表相似的地方，然后很认真地说，我想上帝在我睡觉的时候给我上发条。接下来是爷爷的详细解释，德米听得很认真，奶奶有点担心，问道，亲爱的，你觉得和孩子说这些合适吗？我怀疑他能不能听懂，只会让你回答越来越难的问题。如果他到了可以提问的年龄，他也就到了可以听答案的年龄。我没有把想法灌输到他的脑子里，我只是帮助他发展他已经有的想法。这些孩子比我们聪明，我毫不怀疑这个孩子听懂了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来看看，德米，你的想法在哪里？如果孩子像阿尔西比亚德斯那样回答，天哪，苏格拉底，我不知道，他的祖父也不会感到惊讶。然而，当孩子像一只沉思的鹳一样单腿站立了几秒钟后，非常自信地回答，在我的肚子里时，老绅士和祖母一起笑了起来，结束了这堂形而上学的课。如果德米没有明确表示他除了是一个出露头角的哲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孩，他的母亲可能会感到担忧。常常，在一次让汉娜带着不祥预感预言这个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待不久了的谈话之后，他会通过做一些小小的淘气事来让母亲安心。这些淘气事是那些可爱的小捣蛋鬼们用来娱乐和取悦父母的。梅格制定了一些行为准则，并尽力遵守它们。但是哪个母亲能预料到那些像奥利弗·特维斯特手下狡猾的小偷一样行事的微型男人和女人们的诡计、巧妙的借口和沉着的胆量呢？德米，不要再吃葡萄干了，不然你会生病的。母亲对那个在准备葡萄干布丁的日子里，总是坚持不懈地在厨房帮忙的小人儿说，我喜欢生病。我不想让你在这里，所以去帮黛西做馅饼吧。他不高兴地走了，但是由于他的错误压在他的良心上，过了一会儿，当他找到一个新的机会来弥补时，他成功地哄骗了他的母亲。现在，因为你表现得很好，你可以向我要任何东西。梅格带着他的助手上楼说，布丁已经安全地放在厨房里了。真的吗，妈妈？德米问道，他刚刚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是的，真的，你可以要任何东西。母亲回答说，她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以为自己只需要唱6遍3只小猫的歌，或者不管天气如何都要出去买1分钱的松饼。但是德米用一个精心策划的回答，把他逼到了墙角。那么，让我吃我想吃的葡萄干。多多姑妈是这2个孩子最喜欢的知己和玩伴，他们3个聚在一起时，常常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艾米姑妈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名字，贝斯姑妈则渐渐淡入了记忆，但多多姑妈却是他们每天都能尽情享受的现实。
他也对此非常感激。然而，贝尔先生来了以后，乔就冷落了他的玩伴们，这让小家伙们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和绝望之中。喜欢到处分发吻的黛西失去了他最好的顾客，陷入了破产的境地。而德米则凭着孩子气的直觉，立刻明白多多姑妈更喜欢和有胡子的人一起玩，而不是和他一起玩。但是，尽管他感到委屈，却掩饰了自己的不满，因为他不能得罪一个背心口袋里有巧克力矿，而且有一块手表可以让热情的崇拜者们随意从表壳里拿出来摇晃的对手。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小小的自由是贿赂，但德米并不这么看。他仍然对那个留着胡子的男人表现出屈尊抚救和友善。黛西则在第3次见面时就献出了他的爱意，并开始把他的肩膀当作他的宝座，把他的手臂当作他的避难所，把他的礼物当作价值连城的珍宝。绅士们常常会假装对他们想要追求的女士的年轻亲戚们突然产生爱慕之情，但是这种虚假的友谊并不能取悦小孩子，也骗不了任何人。贝尔先生的感情既真诚又有效，因为诚实是爱情和法律中最好的顾问。贝尔先生确实喜欢孩子，看到他严肃的男性面孔和孩子们快乐的表情形成对比，尤其有趣。把他带到那里的生意让他逗留了好几天，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马奇家看望。既然他总是问起马奇先生，我们就得假设他就是他拜访的原因。我们优秀的父亲生活在一种错觉中，以为他确实是如此关注的对象，并且非常喜欢和那个聪明的男人长谈，直到他的孙子比他更善于观察，突然打开了他的眼界。一天下午，贝尔先生到达时，他停在了书房的门口，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马奇先生躺在地板上，他那令人尊敬的双腿高高举起，德米也躺在他旁边，用他那穿着红色长袜的小腿努力模仿着他的姿势。他们俩都全神贯注于他们的活动，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观众的出现。直到贝尔先生发出一声响亮的笑声，乔才惊叫道：“爸爸，爸爸，教授在这里！”黑色的腿放了下来，一个灰白的头抬了起来，带着泰然自若的尊严问候道：“下午好，贝尔先生，请原谅我一会儿，我们正在结束一堂课。现在，德米，摆出字母，告诉我这是什么。”我知道，经过几次抽搐般的努力，红色的腿摆成了一个圆规的形状。聪明的学生得意地喊道：“这是一个 V， 爷爷，一个 V。这个孩子是个天才。”乔笑着说。他的爸爸站了起来，而他的侄子则试图倒立，以表达他对课程结束的喜悦。“你今天做了什么，小家伙？”贝尔先生问道，帮助这位体操运动员站起来。“我们去拜访了小玛丽。”“到了那里，你做了什么？”“我亲了她。”德米坦率地承认。“哇，这真是太早了。”“小玛丽说了什么？”贝尔先生问道。他成了这位年轻罪人的忏悔神父。这个小罪人坐在他的膝盖上，检查着他背心口袋里的东西。“哦，他喜欢。他亲了我，我也喜欢。孩子们喜欢女孩，不是吗？”德米嘴里塞满了东西，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说：“你真是个早熟的年轻人。谁把这个想法灌输到你脑子里的？”乔插话说，他和教授一样，喜欢听这些天真的话。“不在我的脑袋里，在我的嘴里。”小德米回答说，伸出舌头露出一块巧克力，以为他姑妈指的不是想法，而是糖果。
你应该为你小小的朋友留一些，给甜蜜的人吃甜食。说完，贝尔先生递给乔一些巧克力，乔觉得这简直是神仙喝的甘露。德米看到他们微笑，印象深刻，问道：“教授，大人喜欢大女孩吗？”贝尔先生因为像乔治·华盛顿总统一样无法说谎，便含糊其辞地回答说他想是的。但是他的语气让马奇先生停止了掸外套的动作，看着乔，乔则移开了视线，倒在沙发上，被他早熟的侄子灌输到他脑海中的那个一苦一甜的想法压得喘不过气来。德米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半小时后，当多多姑妈在食品储藏室里发现他藏起来的时候，他没有责骂他，反而紧紧地拥抱他，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而且这种奇怪而新奇的态度还伴随着一片涂满果酱的面包作为奖励，这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